提到底特律这个城市，大家的第一印象是什么？作为曾经美国的第4大城市，它的现状到底如何？是什么让你听说过它？是汽车城、说唱传奇阿姆和他的8英里，或者是破产之城，又或者是它非常令人担忧的治安？这一次为期3天的底特律及其周边之旅，我将为你展开它神秘的面纱。我会以第一视角带领大家感受最真实的底特律。通过这期 vlog， 希望给即将或者有兴趣前往底特律的朋友们我最真实的体验和攻略。建议点赞收藏。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这个频道。那么这次我们选择在长周末的3天时间内，从多伦多开车出发去底特律进行一个旅游。那么在开始之前，我特别想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谷歌地图里面的避开收费站的选项一定要关了，因为大家在多伦多生活经常会误入到407高速，然后收费会特别狠嘛，所以大家如果开着这个收费站避开收费站的选项的话呢，它会给你带到一个非常非常离谱的一个路线，它会让你走到一个印第安人的一个沃尔皮尔岛的一个保留地，然后再从轮渡进入美国。那么这个路线我没有试过，如果感兴趣的同学可以试一下。因为什么呢？这个路线特别特别的耗时，需要多花将近半小时到1个小时时间，并且路也很绕。一定要把这个收费站给不要避开，因为什么呢？因为要么是走南边的401高速，走这个温莎有2个选项，你可以走这个地底下的这个有个跨河隧道，在地底下钻过去，这个更好一些，因为你直接就到downtown了。第2个选项就是还是走温莎，401结束之后呢，你可以到一个大桥，从大桥进到底特律里面。那么要么你就是可以走这个萨尼亚路线，然后这个时间也差不多，从伦敦呢走402高速公路，通过萨尼亚，然后再往南，在美国境内再开一大段路，就可以到这个底特律了。所以这个是我想说的，大家导航的时候一定要记住，没有第3条路线，千万不要走这个地方。要么就是走401，要么就是走402。3 hours later， 我们到了底特律的这个酒店呢之后，发现它非常干净，非常漂亮，整个的装修风格呢也感觉像是2010年之后或者是更新的那种酒店，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看。它甚至比一些周围的其他的一些老牌酒店看着更新，并且价格也非常便宜，是别的酒店的1半。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它是一个赌场类型的酒店，就跟拉斯维加斯一样，就是本身不是为了房费而收费的。然后这是它的房间，也很干净，很透亮，整个的一个落地这种大窗，然后是西向的，特意给了我们一个 city view， 就是能看到downtown市中心的这个景观，还能看到底特律河在旁边。它的具体位置是在 Greek Town， 就是希腊小镇。那么虽然这个地方稍微据说晚上有一点乱，但是它走路到downtown的位置只需要10到15分钟就可以抵达。现在在美国密歇根州的底特律开了4个小时，我们打算在底特律的市区先转一转，看看这块有没有什么好玩的和一些主要是一些 city walk， 然后感受一下这儿的人文气息。主要是今天来是办事儿，我们要去沿河的几个景点，还有底特律的一些雕像和雕塑。明天的话，我们再去一趟汽车博物馆，然后再拜访一下安娜堡。总体而言，感觉今天天气特别好，非常的干燥，街上没什么人，但是并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乱，一点都不危险，并且可以看到一尘不染，没有任何垃圾。其实底特律的这个市中心看起来真的是挺 chill 的，路边还有各种各样的很高级的西餐厅和酒吧，并且高楼林立的，稍微有那么一点芝加哥和纽约的那么个感觉，跟多伦多比也并不差。并且说实话，路上真的没什么人，仅有的几个黑人兄弟路过的话也并不会包字你，远处的话就是维恩县的县政府大楼。并且话说回来，这儿的美国人不管是黑人白人，感觉真的还是挺 nice 的，就是路上遇到有遛狗的人，他们都会跟你打招呼，会说嗨，然后会说今天天气真好，然后你怎么样之类的，真的感觉甚至比加拿大人还要友善一些。可能是因为这儿人本身就比较少的缘故，他们可能一天到晚见不到太多的
人或者游客。虽然这一趟旅游下来给我感觉底特律整体是非常安全的，但是大家在每次出门旅游的时候呢，仍然是要保管好自己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就是不要完全100%太过于放松和相信，尤其是出了这个市中心之外的时候。在底特律的这个圈里面的话，非常的安全，出了以后就是居民区，会稍微有些危险，但是去这个圈外面也没有什么景点，所以也不用考虑出去玩。我们住在这个酒店，我们就规划了一个走路行程只需要15分钟的一个徒步的路线，非常的简单。然后天气好的话，可以这么走一下，你会路过一个嘉德大厦，就是一个非常古早的一个大厅，里面很漂亮，然后可以打个卡、照照相什么的。然后这儿有一个底特律的精神塑像，那么它就是底特律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雕塑。然后这儿过马路可以到一个很大的人行广场，然后我们在这儿还有很多雕像，反正全是雕像。这儿有个拳头。然后这儿有一个纪念碑，都在这里。然后我们可以走这个沿河小道，可以看加拿大对面河对岸的加拿大。然后我们再走到这个通用汽车总部的大楼，这里面有很多玩的地方，一会儿我们会讲到。那么这个路线大概也就30分钟就可以走完。然后细玩的话，每个景点打个卡的话，加起来也就不到1个小时。2024年的话，有一个特别好的优点，就是整个底特律的这个圈里面就有个天车，你会看到它整个是包起来的，叫 People Mover。他把这个所有的站都连在一起，你可以坐这个车，好像是免费的，2024年全都免费。那你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你可以跳过，你还可以，但是它只有一个路线，它是顺时针的，不是，它是逆时针的，它只能这么走，就是你错过了，你只能接着往下走。那么这个是城市主干道，非常的清晰可见的话，北面有几个地方，这几个地方是连在一起的。有一个福克斯剧院，福克斯剧院的旁边是有个阿姆开的一个叫 Mom Spaghetti 的一个小店。可以去打卡，可以吃点东西。然后这儿有一个大型的体育场馆，然后可以在这儿拍，就是非常网红，一会儿我们可以看到。然后大概这个就是北面是有3、4个景点，然后城的南边有一些景点，就是它大概差不多1天之内就可以玩完。那么这个在街边的这个位置的红色砖墙的高大建筑呢，就是竣工于1929年，将近100年前的一个嘉德大厦，也称叫金融大教堂。它的原本名字呢是联华国际信托大厦。那么它在1989年的时候呢，已经成为了国家历史地标，就是它不仅是美国国家的史记名录，它还是国家历史名胜级别的一个东西。可以看到它总体的这个内部设计风格偏红一些，是用赤土镶嵌在前面之上的。它的穹顶也非常的高，用的一种设计语言当时叫做玛雅复兴的一种艺术风格。可惜我们去的时候，现在现场在施工，这个脚手架看的并不是很好看，但是它总体还是瑕不掩瑜，是一个非常精美的一个古老的建筑。后来这个建筑呢，经过不同的公司易主，换来换去，现在已经成为了维恩县县政府的办公大楼。我们现在在这个 Heart Plaza， 是一个人形的一个小广场，这里是有各种各样的雕像。这是底特律城的这个中轴线，像那个广州天河的那个地方，这有个它的大环，那儿有底特律精神雕像，还有底特律之泉，这几个景点还有嘉德大厦都在这块，所以我们一趟就可以把这些地方全看完。走路的话，其实一共就花了10分钟。这儿有一个大棍儿，长得有点像那个新的世贸大楼。这儿有个巨大的广场，GM 的通用大楼。一会儿我们进到里面去呢，可以看到它有一些展览，它里面好像摆了一圈汽车什么的。下面的话是咱们沿着河可以看一看对面的加拿大温莎市，因为他们的楼都是居民楼，就是住宿的，蓝色的那种玻璃。然而在这边呢，都是那种一看就是很复古，100年前、50年前那种建起来那种用砖建起来那种楼，就是建筑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天气特别好，同时映射着这个河水，底特律河非常的蓝，非常非常蓝。我们沿着这个河呢，现在是走到了通用汽车大楼总部的这个大门，叫 General Motors， 就非常宏伟的一个建筑，并且这建筑好像也
有点年头，有点历史。一进去以后，有一些棕榈树，就跟温室是一样的。你看，你从外面能看到，就是这个一个像植物园一样的东西。咱们进去看一看，参观一下。因为这儿感觉治安也是可以的，到处都是警察。哇哦！这儿有些小商铺的，还有一些吃的喝的，也挺有意思。然后有很多汽车，凯迪拉克呀、别克呀、雪佛兰啊，都是通用汽车下面的。哇塞，从这儿看。能打开吗？打不开。进到这个通用汽车总部大楼之后，整个下面1层就是一个圆形的圈形的这个形式，它摆满了一些新的车，然后还有一圈这个曾经的赛车展，就是他们通用汽车旗下从1902年一直到2018年之间的所有赛车的进化史。这个所有的这些都是免费可以进来可以参观的。DPI VR. Under the hood was a customized 6.2-liter V8 engine, the same engine used on Cadillac CTS-V and Escalade models. 那么从这个通用汽车的正面进入之后，就可以从它的背面直接出来，就是天车 People Mover 的一个小站台，我们就可以免费乘坐这个小火车回到我们的市中心，或者是去到北面的一些景点，或者是回到我们的酒店，都会路过，非常的方便。也差不多到中午了，该吃午饭了。我们坐 People Mover 坐了3-4站，就到了北边的一些景点。那么看景点之前，我们选择了一个叫 The Buddies 的一个餐厅。那么这个餐厅在国外和小红书上都非常的火，好评如潮。据说它的披萨是全底特律最好吃的披萨，但是呢，我们还是没有点，吃了他们家的汉堡和炸鸡。我们去点了 Buddies 的披萨的一些外卖，准备吃一顿他们的 burger。现在呢，我们是刚刚在那儿照完了相，是 Comerica 的正门的大老虎。对面呢，就是 The Fox 的剧院，福克斯剧院，是一个颇有名气的一个地方。这儿还是 Little Caesars 这个的广场和 Little Caesars 的一个体育场馆。总之还真的挺热闹。这条路叫什么？好像是。这是那个中轴线吧？这条路，对，这是中轴线。人也很多，也非常安全啊，没有任何问题，没毛病。老铁，到处都是警察，3步一岗，五步一哨的。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个 streetcar 就是街车，跟多伦多的简直是一模一样，连配色都是一样的。好，那差不多这个就是北面的我们要来的3个景点，那么就是 The Fox 福克斯剧院，然后旁边的是 Comerica 的体育场馆的大门的门面。那么就在这个 The Fox Theater 福克斯剧院旁边呢，就是阿姆开的他的 Mom's Spaghetti 的一个快餐店。这个店的话，里面有阿姆个人的一些展品，就是有一些橱窗和一些小展柜，
有一些关于他的东西，如果是他的粉丝的，还是建议去看一下的。那么吃完饭从北边的一些景点出来之后呢，我们就开始顺着这个中轴线继续往南走。这里呢有逐渐从衰败重新走向新生的感觉，路两边的建筑和街道都有非常完善的修葺和翻建，包括使用了最新的设计语言，有各种的高层建筑和大量的玻璃幕墙的使用，整体给我感觉是非常的干净、整洁和透亮，并且走在这条中轴线上至少是非常安全的。底特律的公共交通很发达，各种公交车、街车、轨道交通都有，但是城区的面积其实真的不大。从刚刚提到的北部3个景点，就是福克斯剧院那边一路走回酒店，一共也就花了20多分钟。遇到好的天气，这样的 city walk 其实还是称得上是享受。偏离市中心中轴线的这个街区呢，有的地方看起来还是很萧条的，但是还是没感觉到有危险，因为遇到的人还是很少，就路上根本就没啥人。底特律的涂鸦非常多，比如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很有艺术气息的一个小巷子，非常深，从上到下都有很多的涂鸦，在这儿路过就打了个卡。等到天马上要黑的时候，日落时分，进入到蓝调时刻的底特律也变得格外美丽。街上的酒吧也都变得热闹了起来，随时可以下楼吃一顿夜宵，喝几杯小酒。就连我们所在的据传最不安全的希腊区门罗街上，也全都是警车在巡逻，更是有3、3两两的警察值守在街头巷尾，那安全感简直是十足。这就是我们底特律之旅第1天的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看，请一定要关注我们的下一集，因为底特律最强的美术馆和全美国最牛的汽车博物馆给我带来了世界观的冲击，真的非常值得一看，所以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